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人在虎的老车。今天吧，咱们来扒一部由艺术同名小说改编的都市情感剧《承欢记》。说实话，以前吧，我还挺愿意看这类都市情感剧的。你像以前央视出的那部《我的青春谁做主》啊，或者说文章演的那个《蜗居》，哪怕再不济，你把偏喜剧的《阳光的快乐生活》拿出来，也能吊打现在80%的都市剧。至于原因吧，其实很简单，就是人家人物塑造的让你感觉不出来距离感，反而让你看剧的时候有一种代入感。应该说放在当时上映的那个年份，你不觉得这个剧情有什么突兀的地方。说白了，就算剧里的剧情发生在你隔壁的张三李四身上，也不是说不可能。但是近些年拍的这类都市剧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不仅说角色非常荒谬，而且剧情也非常悬浮。不信大伙儿你就品啊，从什么北辙南辕一路朝阳心想事成，这一路下来你就看有几个不是悬浮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拍的非常好的，不过这都是后话，咱们一会儿再说。首先咱们还是直入主题来说这部《承欢记》。说到《承欢记》里的故事吧，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上海普通人家的姑娘小麦找了一个家里趁急的富二代做男友，结果由于男方家的门第观念呢，你也可以说他们狗眼看人低，反正就把这两个即将要结婚的小两口给搅和黄了。紧接着女主刚从失恋的阴影里走出来呢，就被他们公司的一个老板给相中了，也是女主的顶头上司，就是咱们男主小姚。当然也不是俩人之前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简单来说吧，俩人就是一个异父异母一爷的堂兄妹。可能大伙听着有点乱啊，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男主的奶奶和男主的爷爷离婚改嫁了，然后就嫁到了女主的爷爷这边，也就是说男主的奶奶和女主的爷爷是半路夫妻，是二婚，然后男女主呢就是有这么一层微薄的关系。当然你别看这男女主之间关系微薄啊，但是男主的亲奶奶呢非常喜欢女主，因为这女主工作完之后没啥事儿的时候呢，就去看望他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奶奶。当然他奶奶呢一直也没有独居，而是住在养老院。至于这老太太为什么住在养老院呢，那是因为她和女主的爸爸不对付。而老车为什么要着重讲一下这个老太太呢，那是因为她是此剧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不过这都是后话，咱们一会儿再说。首先吧，咱们先来说说女主和她这个富二代男友的事儿。开头呢说女主和她这富二代男友处了3年对象，并且女主此时此刻呢是29岁。说实话，无论男女，但是以女主这个岁数处了3年对象都没去过男主家，打死我都不带信的。你要说在大学校园里处了几年，没见过双方父母，也没参加工作，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你俩都已经工作很长时间了，而且女主还负责照顾这个富二代的日常起居，那么女主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富二代家里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咱换一个说法，如果你是这个女主，照顾你男友的日常起居3年，并且你自身都已经快30岁了，然后你这个男友呢还不让你见家里人，自己未来的大姑子啥样你都不知道。我问问，就男方这么遮遮掩掩，你和他处啊？就在座29岁以上的女性同胞，你同意和这种男人处，我就承认这个剧情合理，对不对？但是29岁以下的妹子就别说了啊，因为你没有那个年龄焦虑。这玩意儿咱们分析剧情，就是你必须得站在角色的立场去考虑问题。反正我是不相信一个奔3的女性同胞会给这样一个遮遮掩掩的男的做3年老妈子。当然我也不排除这种极少数的可能，但是这种极少数的可能你拍出来是让谁共情呢？你要说像《回家的诱惑》那种狗血剧，你拍也就拍了，但是你自己呢又标榜自己是都市情感剧，那你说你这玩意儿让谁共情？而且咱说实话，女主和这个富二代男友他家其实两家都有毛病，只不过就是男方家这边呢精神病多一点，而女方家这边呢正常人多一点，仅此而已。不信咱就先说女主她是个富二代男友他家这边啊，你说你儿子要和人家女主结婚了，是你们家主动邀请人家女方到饭店来谈结婚的事儿的，然后你们男方家呢一个个整出那个狗眼看人低的出，那你说你是给谁看呢？说白了，你这不是来谈结婚的，你这分明就是来找打架的嘛。反正我是不相信两家都已经同意结婚了，都已经要谈结婚的事儿了，然后男方还公然在饭桌上羞辱女方家的，我是没见过。说白了，男方家你早寻思啥来的？你当初在家的时候直接不同意这门亲事不就得了吗？就和当年徐志摩要娶陆小曼似的，徐志摩家里人不同意，直接就和徐志摩断绝父子关系了，并且还把徐志摩的生活费给停了。你有那能耐你就这么干呢？包括影视作品里《平凡的世界》都是田润生要求郝红梅这个寡妇，家里就是不同意，那不也是他爸直接要断绝父子关系吗？所以说《承欢记》里男方家这么干他没有道理啊！你都同意结婚了，然后还在饭桌上整这出，那你说你是给谁看呢？
呢？当然，两个家庭贫富差距这么大吧，现实中有势利眼的也不在少数。你要像女主家这个情况呢，还有个弟弟，人家男方家人也怕有伏地魔。不过既然两家都已经同意要结婚了，那你在两家吃饭的时候再散这德行就没啥意义了。而女方家这边呢也一样，你要说男方家这边势利眼呢，女方家这边也一样势利眼，只不过就是从男主家这边一帮势利眼变成了女主他妈一个人势利眼了。这不，女主他妈一开始不知道她这男友是个富二代，一听女主说她又没钱又没房，马上就要劝女主和她分手，还说她这男友就是一个凤凰男，就是要骗他们当地的户口。而等到女主和她解释她这男友真是一个富二代的时候，他妈的脸马上又变了，这家伙又把她这男友当亲儿子伺候了。你告诉我这不是势利眼，这是啥呀？真的，这幸亏女主她爸和女主她弟弟是个正常人，要不你说女主她家和男主他家有啥区别？说白了，这不都是看人下菜碟的主吗？当然你可以说女主他妈是为了让她嫁一个好人家，那男方那边不也是吗？不想找一个伏地魔吗？所以说两边都有问题，只不过就是男方家那边呢精神病确实多，而女方家这边呢就女主他妈一个人。而且女主他妈不仅是势利眼的问题，可以说在剧中女主他妈刘婉玉的这个角色是不利别人专门利己，无论是向女主的闺蜜借车还是自己家漏水的事儿，她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都是人别人的责任，全都是人别人的错，反正就是我自己得劲儿就行了，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包括你看后面从来都不看女主她奶奶，结果女主这边嫁妆犯愁了，这家马上就想起老太太了，这说白了不就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吗？真的可以说女主他妈之前要但凡看过一次老太太也不会不知道老太太的行程吗？当然除了女主他妈刘婉玉的这个角色以外，女主的这个人设其实也立不住，不信你就看看女主职场的部分啊。这不男主呢在剧里面是女主的领导，而且还是从国外新调回来任职的老总。按道理来讲，职场谁都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女主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你干的事儿，你为啥要揽到自己身上呢？而且女主帮的还是和她存在竞争关系的同事，最主要的是人家还不领你的情。哎，我想问问在座的女性同胞，你上班你这么干呢？你要说你上班你就喜欢给你对手背锅，那我就承认这剧情一点毛病都没有，是吧？紧接着女主职场大善人一当完，马上就让男主给开了。当然男主说的话呢也没什么毛病，在职场上不懂得自保的人确实不值得同情。说白了，女主犯的这个错误，职场新人他也不可能犯呢。你说你今年29岁，在职场混这些年，你这点道理不懂吗？咋的？你是应届毕业生啊？紧接着后面也是被男主当成了拔掉公司蛀虫的工具了。这不，由于男主工作的公司吧是一个酒店，平常吧就需要进一些家居类的物品，于是吧就给了一些酒店高管收回扣的机会。而女主的那个富二代男友呢，他家就是开家居公司的，于是男主就让女主负责对接这件事儿。至于男主为什么要让女主对接这件事儿呢？就是因为要让家居公司放松警惕，然后好一网打尽。具体怎么回事老车就不复述了。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男主把女主当成棋子耍的团团转。反正就是女主开头被同事出卖，紧接着又被老板出卖。真的我很难想象一个29岁的职场女性会单纯到这个地步。这玩意儿说好听点是单纯，说难听点不就是蠢吗？真的你要真像人家装箱启示录里的女主唐颖似的，实习也没多长时间，也没转正，岁数也才25岁，也没有多少工作经验，你在剧中犯这种低级错误，我连提我都不带提的。可是你在剧中就不一样了，这不剧中说女主在酒店里是业绩最好的员工，那我想问问你这些年在酒店里是怎么生存的？咋的？那意思就是男主不来，在酒店里这些年就没人害你呗？这家伙女主还整个29岁才明白职场无朋友，商场如战场，是不是有点太晚了？而且最招笑的是女主在这里面动不动就立什么道德楷模的人设，这不她这个富二代的男朋友帮她提业绩也不行，然后动用人脉帮她压价格也不行。真的你要这么爱惜羽毛，这么刚正不阿，那你这工作还是别人给你找的呢？你有能耐你当年你别干呢。当然这是有的人就该说了，那是因为他爸当年救了那个老总，所以老总才给他找工作的。但人家老总也给你爸看病了，然后还给你爸找一个工作，那你说和你有啥关系吧？当然这是有的人又该说了，那是因为女主听了他妈的话，必须得去，不去不行。真的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女主他妈说的话多了。女主他妈后来还让他和富二代男友结婚呢，他咋不结呢？女主他妈还让他管他那个奶奶要嫁妆呢，他咋不要呢？而且最主要的是她男朋友帮她也没啥问题。说白了，这富二代帮她不都是富二代自愿的吗？女主从来也没伸手要啊。一个最
最简单的问题，你不能阻止你的男友对你献殷勤吗？就像黄轩演的那个乌海似的，虽然说剧情的前因后果和这个有点不太一样，但是黄轩演的那个角色说的话确实能应到《承欢记》里。黄轩的那个电影里不就说了吗？我要了吗？不都是你给的吗？这就好比什么呢？你是一个富家千金，然后你男友呢是一个卖保险的，你这边呢瞒着你男友，把你七大姑八大姨所有朋友都找来，都去买你男友的保险，结果后面被你男友知道了，你男友就不乐意了，就非要和你闹分手，说什么我不想靠别人，我不想让公司里戳我几两股，我只想靠我自己的实力争取。我问你，这可能吗？而且最主要的是，女主你要真这么做了吧也行，我承认你是个圣人，结果后面你不还是靠公司里的男主帮你们？只不过就是你富二代男友帮你之后对你坦白了，而男主呢却没有对你坦白，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一会儿男主在工作上把行政套房让给女主，一会儿男主又在公司里帮她挑职位，紧接着又帮女主调岗，调到不让她饱受流言蜚语的地方，让她专心拓展人脉。然后后面女主家里淹水了，又帮女主装修，还帮女主把装修的折扣价压到最低。然后女主在物业工作的时候收不上来物业费了，男主还给女主支招，咋的？这回你就不怕别人穿脊梁骨了？咋的？这回你就不凭你自己实力了？而且刚才我还忘了说了，就是男主帮他的时候，女主公司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和男主的亲戚关系。虽然说他俩是亲戚关系有点远，但那也是亲戚关系，别人想有这层关系他也有不了呢。而且开始的时候，男女主的奶奶还特意嘱咐男主让他照顾一下他这个妹妹。那你说这算不算走后门？那你说女主独立女性道德楷模的人设还能不能立得住？而且你要说女主在公司里当道德楷模独立女性吧也就算了，回到家里这货还这样。这不女主跟自己的亲老弟说自己占着家里的房间这么多年，享受着父母的优待，实在是对不起你这个亲弟弟。真的，这话说的好听点叫生分，不好听点不就是虚伪吗？这咱不见外的说啊，你说男生在家里光个膀子那确实没啥事儿啊，但你一个女生让你在家里的大厅支一个行军床，然后给你拉个帘儿，让你在里面住，让你在里面换衣服，你干呢？就算你干，你老弟也不能干呢。就算你老弟干，你爸也不能干呢。就这事儿让你街里街坊说，他也得是把房间让给女生啊。这可不是像女主说的是借着父母的优待占着家里的房间，而是作为人伦常识来说就得这么做。而且不止这些，女主有的职场上的 bug 我都懒得说了，如果老车要把职场上的 bug 全说完的话，这剧半个小时我都说不完。这样我就挑两个大伙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bug 说一下就完了。至于前面什么在公司里的摄像头下偷公司机密我都不说了，因为这种桥段在无数的电视剧里都已经让人给说烂了。首先咱们来说第一个一眼假的事儿啊，这帮女主被调去了物业，让女主当一个物业管家，说白了就是收物业费的。结果男主呢也搬进了这个公寓，然后有一天男主房里的灯呢就坏了，居然却让女主去上门去修去。哎，你就说这剧扯不扯淡吧？来，大伙你告诉我，哪个公寓、哪个别墅区、哪个物业里没有万能工？咋的？你们公司这管家都是保姆啊？你就算按照正常的流程，那也是管家去通知万能工或者电工来修啊。还有女主收物业费的时候也是，由于之前不让这个业主在业主群里发广告，然后这个业主呢就不交物业费了，可以说对女主进行了各种刁难。哎，一会儿让女主排队买奶茶，哎，一会儿又让女主遛狗，一会儿又让女主洗衣服，一会儿又说什么家里的门锁坏了也没人给换。哎，我就想问问，哪个收物业费的像女主这么干呢？还什么女主为了收这个业主的物业费，还帮这个业主要了一张高级酒会的门票。你告诉我哪个物业这么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门锁坏了究竟是你人为的，还是它本身的质量就有问题？还有这位业主说的什么送快递啊、遛狗啊、买奶茶呀、洗衣服啊，究竟在不在你物业服务合同的范围内？可以说这些平常大伙都能遇到的问题，剧里都没说。而且像这种跨国的大型酒店企业，在现实中根本就不会惯着这个业主。像这个业主提的那些非分要求，如果不在服务的合同里，人家这种物业都不会跟你废话，直接收集证据就起诉你。所以像剧中女主这种低三下四的情况根本就不会发生。说白了，管家是服务人员，他可不是家奴。还有女主爱惜羽毛有骨气的时候也非常搞笑，一边吧说自己不想和男主共事，然后被调到了物业干低三下四的活也不辞职，还说什么自己要重新开始。那你倒是辞职啊，你这么有骨气，你为啥不
辞职呢？而且开头被男主炒鱿鱼的时候，你倒别去求啊！真的，这剧不光是悬浮，而且是脱离现实。可以说近些年独立女性能立住的剧，我发现就2个，一个是《装腔启示录》，一个是《新闻女王》，其余的我是真没看见。这家伙一个个标榜着自己是独立女性道德楷模，结果最后还是靠别人。当然，老车不是说靠别人有错，主要是你自己别标榜啊。说白了，你要标榜的话，那你不就是当代钱谦益吗？哎，一边标榜着自己忠君爱国，然后一边呢殉国的时候怕水凉，你这自己说白了就自相矛盾呢。要我说，什么北辙南辕、心想事成、一路朝阳、承欢记，都是一个路子。老车用一句话概括呢，那就是离梦想太近，离现实太远。行了，今天就侃到这儿吧，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